今天给大家讲一部由真人真事改编的高分电影，虽然全片的氛围低调深沉，但它所给人的警示却是振聋发聩。如果没有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人性的堕落远比想象的还要可怕。故事发生在1945年二战末期的德国，此时希特勒的疯狂军团已经全面崩溃，整个国家也呈现出了衰败混乱之象。而在这样充满恐惧与迷茫的背景下，男主赫罗德成了万千逃兵中的一员。此刻的他正在拼命狂奔，身后紧跟的是维持战场纪律的宪兵队。眼见目标快速逃进了丛林，领队的军官只好端枪开始射击。幸运的是，赫罗德躲过了致命一枪，但他的精神也几乎到了崩溃边缘。拖着已经饿了3天3夜的身躯，赫罗德终究是再也跑不动了。他大口地喘着粗气，万念俱灰的样子像是要放弃了。求生的本能让赫罗德强撑身体，然后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向前攀爬。就在追捕的队伍赶到之前，他顺势躲进了下方的一个树坑中。此时此刻的死神就站在头顶，赫罗德也只好捂住耳朵等待死亡。或许是命不该绝，近在咫尺的队伍没有停留便离开了。这下让赫罗德侥幸逃过魔爪，但也正是这次死里逃生，竟让他成为了日后残忍无比的刽子手。在逃亡的途中，赫罗德遇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战友，看对方的样子也像一个逃兵，且已经饿得快要死了。为了找寻一些食物充饥，两人趁着夜色潜入了一家农舍。门前的大树上吊着一名逃兵，脖子上的牌子写着“小偷下场”的字样。赫罗德见状不但没有害怕，反倒是猜到这里面肯定有吃的，反正饿死也是死。两人随即冒险闯了进去。很快赫罗德发现了大量鸡蛋，另一名队友则负责盯着农场主，只要地上的男人醒来，他们必须杀掉对方才能逃命。这时贪心的赫罗德想抓走母鸡，却不料还是惊扰了所有家禽。顷刻间事情败露，但队友却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他转身跑出谷仓，全然不顾还在危险的赫罗德。而随着农场主呼唤同伴出来，队友刚跑出去就被团团围住，并被众人当场活活打死。这个时期的逃兵与战犯无疑，他们的生命如同蝼蚁一般微不足道。如此一幕下的赫罗德魂飞魄散，这才下意识地连滚带爬逃离了农场。虽然又一次侥幸死里逃生，但他还得忍受与日俱增的饥饿与寒冷。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赫罗德发现了一辆抛锚的汽车，地上还残留着一堆未烧完的文件。顾不上思考太多，急忙查看车上有没有物资，却惊喜地看到后座的箱子中放着衣服。这下犹如黑暗中的一道光束，瞬间让赫罗德有了生的希望。除此以外，箱子里的鞋子也大小合适，就好像是为他量身定做一般。另外最里面还放着一筐苹果，一切的一切简直是上天的恩赐。接着继续翻找箱子，赫罗德又发现了一套崭新的军装，从上面的标识可以看出，这是一套含金量极高的空军上尉。然而此刻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套军装将会把他推向人生巅峰。有了虚伪皮囊的加持，赫罗德仿佛化身成了一名真正军官，甚至完全沉浸在了角色中。他开始模仿上尉的常见动作，就好像自己正统领着一个队伍。Was haben Sie gesagt? Was habe ich gehört da? Ja? Rennen sollst du. 这时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如梦初醒的赫罗德瞬间被吓出冷汗。定睛查看，是一个老兵缓缓走来，他落魄的样子明显也是一个逃兵。为了保住性命，老兵声称自己名叫瓦尔特，他在行军时与队伍走散，并祈求为赫罗德效力。如此情形惊的赫罗德没有出声，他料定对方肯定把自己当成了军官。为表忠心，瓦尔特当即放下步枪，转身又去主动维修车子。此刻赫罗德的内心十分矛盾，他悄悄走上前捡起地上的枪，然后迷茫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很快瓦尔特给出了明确答案，他毕恭毕敬地说已经修好车子，并为赫罗德打开了尊贵的车门。在虚荣心的驱使下，赫罗德佯装让对方交出士兵证，他想试探下自己的权力是否管用。瓦尔特听后赶紧照做，慌乱的样子显然认定了他是上级。这番回应让赫罗德尝到了一丝甜头，随即拿出一个苹果奖给了对方。就这样，一个冒牌上尉正式登场，并将错就错收纳了一名士兵。随后赫罗德淡定地坐上车子，他悄悄地将自己的士兵证塞进口袋，紧接着又把旧衣服迅速丢了出去。从这一刻起，他开始笑了。原本是逃兵的赫罗德摇身一变成了上尉，而这一年他仅仅只有19岁。夜幕降临，瓦尔特在附近找了一间小酒馆，他们想在这里蹭点免费食物。赫罗德一进门便高喊行军口号，可屋内的所有人却表情冷漠。现在德军马上就要投降，所以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就算是来个大将军也不会得到尊重。 Ich persönlich nehme, Herr Hauptmann. Uniformen sind nur kein schöner Anblick mehr. Ja, schon gar nicht deutsch. 眼见现场的气氛有些尴尬，赫罗德灵机一动坐了下来，然后煞有介事地掏出笔和本子，
声称自己是上面过来的元首特派员，还表示自己不是来找麻烦的，而是过来统计民众的损失。如果有哪家被逃兵偷过东西，那么可以立刻上报到他这里，届时经过核实后，国家会给予一定补偿。此话一出，立刻激起了大家的兴趣，所有人纷纷过来找他上报，甚至还有人故意谎报受到了损失。 Keine Pferde. Gibt's da was zu essen? Frühstück ist lange her. Sogar noch Braten da. Freitag, Braten. Gehen Sie dem Wirt zur Hand. Gehen Sie schon. 来到后厨的老板切了一些烤肉，可他刚刚端起就遭到了抢夺。显然瓦尔特的身体早已按捺不住，这个举动让老板对他们起了疑心。真正的特派员不可能这么狼狈。此时赫罗德也察觉到了老板，尽管肚子已经饿得不行，但他还是强忍着饥饿带来的折磨，然后慢条斯理地将肉送入口中。他知道此刻的演技最为重要，不然一旦暴露，必然会葬身于此。可惜一旁的瓦尔特却是狼吞虎咽，他的样子更加深了老板的猜想。当天晚上，赫罗德听到楼下有人在呼喊自己，来到窗前却看到了惊骇一幕。原来老板抓到了一个偷东西的逃兵，他来这里想请求赫罗德肃清秩序。显而易见，他们的意图是想试探一下赫罗德。对于真正的上尉而言，处理的方式肯定是干净利索。机智过人的赫罗德没有犹豫，他快步上前接过手枪，随即面无表情地击毙了那个逃兵。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坏了旁边的瓦尔特，毕竟他们都是命运相同的可怜人。回到房间，赫罗德坐在床上发呆了很久，从被同胞追杀到如今亲手杀死同胞，这一切的转变皆是这身军装赋予的魔力。凌晨时分，赫罗德担心老板在找什么麻烦，于是趁着夜色悄悄离开了酒馆。为了寻找更多食物，他们漫无目的的一直向前进发，直至发现了一个孤零零的农场。此时农场内已经被3个逃兵占领，他们正在屋内大吃大喝，甚至还逼迫一个老妇人陪着跳舞。等到赫罗德突然闯入，双方立刻掏枪对峙了起来。危急时刻，赫罗德开始表演，这套军装也果真发挥了震慑效果。3个逃兵见状纷纷放下武器，并面向赫罗德呈现立正姿势。其中有个逃兵名叫凯斯，他注意到赫罗德的裤子并不合身，便立刻想到军官的衣服都是量身定做，因此不难判断眼前的这个上尉必然是一个冒牌货。不过凯斯没有当场拆穿，反而主动要求加入对方的麾下。赫罗德听后十分欢喜，当即强装镇定答应下来。如此一来，双方可以得到互补。对于3名逃兵而言，有了这位冒牌上尉的掩护，他们就不再是被追捕的逃兵。对于赫罗德而言，有了新鲜血液的加入，他才能看起来更像是一名军官。第二天一大早，赫罗德搜刮了农场的所有食物，然后带着一群逃兵踏上了征程。在行军途中，他们又遇到了2个落单的炮兵。赫罗德再次发挥精湛演技，靠着一套凭空捏造的言辞，最终成功将他们纳入了自己的麾下。短短几天，原本的小队伍不知不觉中变得壮大。赫罗德也沉浸在这种权力中无法自拔，甚至当有敌军飞机掠过时，他还不忘让炮兵架起武器反击，就好像自己真的是一名空军上尉。不久后，汽车没了燃油，但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力，赫罗德命令士兵们在前面拉车，自己则坦然坐在车上逍遥自在。这一举动很快引起凯斯的强烈不满，他决定不再忍受这个冒牌货的折磨，并端枪指向了还在得意的赫罗德。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一辆宪兵车突然出现视野，他们是专门负责抓捕逃兵的小分队，任何行进的队伍都要接受检查。为首的宪兵队长命令所有人交出证件，包括坐在车上的赫罗德也是如此。因为口袋里装的是士兵证，不能示人，所以他只能强装镇定维持官威，还义正言辞地表示自己是元首特派员。不料宪兵队长根本不吃这套说辞，他执意要查看赫罗德的证件。眼看自己的身份即将败露，赫罗德只好选择了破釜沉舟。Wenn ich dann auch Ihre Papiere bitten darf. Als gleichrangiger Offizier habe ich dasselbe Recht, Ihre Dokumente zu überprüfen, wie Sie die meinen. Auch das werde ich übrigens in meinem Bericht vermerken müssen. Das können Sie mir glauben, Herr Hauptmann-Sichner. 宪兵队长被当场唬住，他不确定眼前的上尉是不是真的，也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去冒犯一个特派员。在犹豫片刻后，宪兵队长最终放弃了检查，而赫罗德也险之又险地躲过一劫。这下让所有人都相信了赫罗德的身份，凯斯也投来了敬佩的目光。他没想到这个冒牌上尉的演技竟然如此精湛。Diese Plünderer muss man Lebensart nehmen. Herr Hauptmann? Ich begleite Sie auf Ihrer Kontrolle. Mach mir für meinen Bericht erst an ein Bild von der Lage und werde womöglich auch gerne mit zulangen. Heil Hitler! Heil Hitler! 随后，宪兵队长邀请赫罗德参观逃兵营地，也顺便给车子和队伍进行一些补给。然而，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一个熟悉无比的男人径直走了过来。他叫容克上尉，
此人正是前几日追捕赫罗德的军官。此刻赫罗德的内心万马奔腾，不过他还是强装镇定，不让自己露出马脚。Wir kennen uns doch。这句问话犹如一道惊雷，差点让赫罗德原地跳了起来。他硬着头皮说自己是一名空军上尉，因为曾参加过多场战役，所以两人有可能在某一次战斗中见过面。眼看赫罗德的脸色十分不自然，容克上尉笑着说自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不过现在的他实在想不起来。听到这里的赫罗德松了口气，庆幸自己又逃过一劫。可实际上，容克上尉从第一眼就认出了赫罗德。待到走进逃兵营地的休息区，容克上尉想请赫罗德喝上一杯，并介绍了这里的冲锋队长舒特给他认识。当得知赫罗德是一名元首特派员，舒特表现得异常兴奋。他诉苦说营地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因为收纳的逃兵与日俱增，以至于让整个营地人满为患，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全都浪费了。现在上面的军事法庭迟迟不肯过来，所以舒特想让赫罗德直接处置逃兵，毕竟元首特派员的权限几乎通天。赫罗德一听瞬间秒懂，随即顺着话的意思说这是小事，还表示可以授权给舒特，必要时期可以忽略一些正常流程。此番回答让容克上尉非常满意，当场将这里的事务全权交给了舒特。临走时，赫罗德追上容克上尉，他想知道对方有没有想起自己。在沉思了片刻后，容克上尉说自己实在想不起来。显而易见，容克上尉默许了赫罗德的冒牌身份，因为他刚好需要有人为这里的事情背锅。不久后，赫罗德来到牢房查看，他打算审讯这里的逃兵，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张张绝望面孔。相同命运的共鸣让赫罗德有些恍惚，但好在身边的凯斯十分清醒，他没有言语，对着其中一人就是殴打，甚至直接将对方活活打死。目睹一切的赫罗德不敢再看，转身离开，默许了这种做法。如此残忍行径让逃兵们惊恐万分，而凯斯则趁机搜刮了所有人的财物。看不下去的瓦尔特来到外面，他想请求赫罗德阻止里面的行为，然而赫罗德却冷冷地回答，从这些人变成逃兵的那一刻起，便已经注定了他们就是死人。谈话间，凯斯从里面拖出来一名逃兵，然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鞭打。短短半小时的功夫，凯斯就私自枪杀了5名同胞。他们没有审判之名，但却行着审判之事。如此一幕看得营区的一位主管心惊肉跳，他在这里负责对接军事法庭，自然知道这种行为属于违法违规，随即将此事汇报给直属上级，同时请求核实一下赫罗德元首特派员的身份。稍后时分，上级命令舒特和赫罗德暂停一切审判，他们必须查清赫罗德的身份和权限。毕竟军事法庭一直以来都有着严格规定，为了能让事情继续进行，舒特给管辖这里的大区领袖打了一通电话。在这个特殊时期，人们的内心充满了不安，各个部门之间也是勾心斗角。经过舒特的一番慷慨激昂，大区领袖担心得罪元首特派员，于是将处理意见丢给了盖世太保。就这样，经过层层沟通和施压，最终上级在没有确认信息的情况下，直接将审判权交给了赫罗德，并要求营区的任何人不能干涉。如此这般，赫罗德荒诞又残忍的临时法庭正式成立。为了有效地处理营区的逃兵，舒特让人在一处空地上挖了一个大坑，然后命令几十名逃兵接受他们的终极裁决。逃兵们似乎是意识到了死亡，他们不由自主地唱起了一首悲凉之歌，每一个人都是面如死灰，眼神中充满了绝望。紧接着，所有人被推进坑中，舒特更是使出了连死神都要惧怕的手段。他让炮手驾驶赫罗德的高射炮，然后瞄准了手无寸铁的士兵。随着一发发让人心颤的子弹射出，深坑中顿时升起了一股血雾，惨不忍睹的画面无法形容。整个现场充斥着凄厉无比的惨叫。尽管赫罗德心中满是恐惧，但他的表情依然是波澜不惊。直到高射炮的弹药耗尽，可血腥的屠戮并未就此停止。舒特带人上前进行补枪，继续对着还有气息的同胞狂暴开火。看到这里，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导演要采用黑白色调的电影胶片，因为如此血腥的场面根本无法正常观看。Herr Hauptmann, was hier vorgeht, entspricht in ganzer Weise den geltenden Vorschriften. In der Tat lässt sich das, was Sie hier veranstalten, nicht anders denn als eine bodenlose Schweinerei bezeichnen. Das ist menschenunwürdig. Ich werde das melden. 赫罗德并不在意别人的威胁，因为此刻的他已经不是当初的逃兵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从白天直到晚上，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看到从头至尾没有参加的瓦尔特，赫罗德决定帮助他完成蜕变。Freitag! Sie gehen rein! 听着微弱的痛苦呻吟，望着无法直视的血色深坑，瓦尔特不得不颤抖着身子跳了下去。他必须服从命令，扣动扳机，不然自己的下场也是如此。
随后舒特让人在坑中撒上石灰，他们要马上掩埋这些尸体，防止瘟疫。尽管里面还有部分逃兵尚有气息，但也只能被生生活埋。为了庆祝成功解决了逃兵问题，舒特特意为赫罗德举办了一场庆功宴，整个酒会热闹非凡。一众官兵不但没有感到丝毫内疚，反而个个都显得极度兴奋。逃兵中有2名演员活了下来，只因他们有着一技之长。2人在台上卖命的表演，一度逗得台下的所有人哄堂大笑。期间，赫罗德调侃自己的制服是偷来的，不曾想这句话让舒特笑得更颠。现在不管赫罗德的话是真是假，又有谁会认真思考这些东西呢？在酒精的刺激下，酒足饭饱后的官兵们开始发疯，他们互相拉着扭打在一起，直至从屋内打到了屋外。这种发泄本来只是小打小闹，可很快有人冲进牢房，并任意拉出了几名熟睡的逃兵，接着就是疯狂殴打和肆意虐待。眼见整个现场就要失控，舒特不得不大声制止了他们，可凯斯却置若罔闻，甚至变本加厉，更加猖狂。见此情形的赫罗德只好出手，他举枪朝着旁边开了一枪，而这下才终于结束了这场荒诞暴行。本以为事情会就此打住，但没想到赫罗德却开启了一个恶魔游戏。他将4名逃兵的手绑在一起，然后命令他们立即奔跑。如果1分钟内可以逃出营地，那么赫罗德就给他们自由。伴随着一声刺耳枪响，其中1名逃兵倒在了血泊当中。很显然，赫罗德不可能让他们离开半步。他转身把枪递给1名逃兵，命令他朝着前方的同伴继续射击。很快有1名逃兵中弹身亡，可赫罗德依旧面无表情，冷酷无比。最后他把枪递给另1名逃兵，但这名逃兵的举动却出乎意料。在人性面前，仍有人坚持了自己的原则，而通过赫罗德的步步引导，剩下的所有人全都展现了丧心病狂。他们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反而是兴致勃勃参加了这场残忍游戏。最终4名逃兵全部应声倒下，赫罗德也心满意足地得到了满足。次日，赫罗德找人给他裁剪了衣服，这一次他的裤子变得非常合身，也代表着他最后一丝人性彻底泯灭。自此以后，赫罗德与舒特过上了逍遥快活的日子。他们夜夜笙歌，纸醉金迷，对抓来的逃兵更是肆意处置，整个营区也渐渐地变成了人间炼狱。然而正所谓人在做天在看，不久后营地上方突然出现几架英军战机，顷刻间便把这里炸成了一片废墟。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赫罗德竟然又一次侥幸活了下来。他捡起地上的帽子，然后穿上象征身份的军大衣，随即把幸存的几名士兵召集过来，并当场给他们每人晋升了3级军衔。几天后，赫罗德组建的小队成立了一个临时法庭，他们打着元首的旗号，肆无忌惮地扫荡着每一个看见的人。除了搜刮民众的财物和食物，他们还把一座城市的市长抓了起来。就算市长表示已经投降，可赫罗德还是直接击毙了他。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赫罗德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恶魔。他草菅人命，随意审判，光天化日下作恶都不带掩饰。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赫罗德的权力和野心已经到达极致，就连跟随他的凯斯也成了针对对象。在一次寻欢作乐的酒会上，只因凯斯看中了他也喜欢的女人，于是赫罗德便让人把凯斯拉出来问斩。这一幕妥妥的皇帝做派。此刻的他已然迷失在了人性的黑暗里。所幸这样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很快最高级别的宪兵队开始肃清秩序，他们抓捕了所有为非作歹的士兵，还在围剿赫罗德时得到了重要发现。当时赫罗德试图吃掉自己的士兵证，只可惜宪兵队及时赶到阻止了他，而这也让冒牌上位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随后不久，赫罗德被送上了军事法庭，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审判长则当庭判处他绞刑。然而陪审的大将军却提出反对，他觉得在这样混乱不堪的战争年代，赫罗德的行为不仅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反而还在后方稳固了军队的士气。如此才华可以说是万里挑一，所以他决定法律应该对赫罗德网开一面，甚至还想将其送到前线继续为国效力。听闻此话的赫罗德当即宣誓忠心，可此番表现也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在他的骨子里，自己依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逃兵。休庭期间，赫罗德铤而走险逃离了羁押所，他可不想再去前线玩什么战争。踏着一片尸骨残骸，赫罗德消失在了一片树林中，直到1945年5月23日，英国海军在一处码头抓获了赫罗德，并对其执行了死刑。而这一年，他仅仅只有21岁。